秦将王翦与武安军正鏖战肥地，齐王恰恰在此时进爵其之铜铁入赵。因毒至此，魏国绝不会坐视不救。一代赵国，先谢魏大人。眼下，赵国军资紧急，尤其是铜铁已消耗殆尽，目下只能固守，不能出击。军情紧急，还望魏韩两国相助。春平君，要让韩魏两国如何相助？建言魏王、韩王，开进铜铁私铸，令铜铁由民间流入赵国。春平君，赵国应先开进私铸，静观其变。公子，我国土贫瘠，粮食产量本就不多，若让赵人去开矿冶炼铜铁，必然缺衣少粮。到时秦人即便不攻赵，我国更加难以生存呐。公子，三晋唇亡齿寒。赵国有难，我韩魏两国当鼎力相助。大人所言有理，然非却不敢苟同韩魏开进私铸。为何？稼穑乃立国之本，韩魏开进私铸，必会殃及农人耕作，且开进私铸治标不治本，还会牵连韩魏两国，亦不能彻底根除赵国困局。可眼下，秦军已经直抵肥地，先救援我赵国。韩魏开进私铸，必伤及国本。即便暂时破解赵国之困局，三晋日后如何与秦国相抗？春平君，公子言之有理，开进私铸，还当慎重。春平君，燕太子到。太傅巨武已与匈奴谈妥，日后燕国的铜铁可从燕北运抵肥地。当真。唯一的缺憾是路途遥远，耗费运力民夫。运抵肥地的价格较通常要高出50%啊！赵国可以承受。好。太子，公子，太子，大人，太子，燕太子一出手，救我邯郸，救我赵国呀！诸位，借匈奴之地向赵国输运铜铁，绝非长久之策。太子既然来了，我等该当一同赶赴临淄，陈说齐王，令齐王备秦。哎，公子，此意先缓缓。我要好好的敬谢燕太子。太子，请。请。公子已开罪了春平君。丞相，何事啊？铜铁之价连日暴跌，我们的货价格太高，没人买呀。让些价，把所有存货出清。若按目下的价格出清，之前赚取的财货都要赔空啊！不可能，本相前些日还赚了5000斤。这赵国积存的铜铁10之8九都在丞相你手里，价格大跌，丞相的损失自然是最大的。
定有办法，一定有办法。丞相，走。若叔，你可来了！我四处寻你啊。若方才找到了铜铁价格暴跌之根由，便马不停蹄地来找丞相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铜铁价格骤跌，实为有人从中作梗啊！说明了些。有人避开丞相，私下给李牧输运铜铁。丞相若能亲赴肥地，查明铜铁的来路，我密奏大王，大王就能命人堵住这个缺口。将军驻守肥地，保邯郸无虞。本相代大王、太后前来慰劳。丞相亲临前线，当给将士士气，而不是邯郸的腐败之气呀。邯郸乃是前线将士的后盾，将军怎可如此贬义？老臣听闻，邯郸城内一车铜铁要价100斤。丞相如此主政，国将不国，将士们还有什么士气守家卫国呀？盐铁铜锡等军资稀缺，那是秦人所为，与本相无关。将军若是能尽早击败秦人，邯郸什么都不会短缺。丞相的意思是，我李牧还有前线将士愧对赵国。本相并无此意。请。将军与王翦对峙多久了？几个月了。那为何将军不主动进击，却令10余万将士在此空耗？丞相难道不知道我军的困境吗？哦，前段时间缺少铜铁，马具战车未及修复，不能参战。可我听闻此患已除，将军是如何办到的？当然是在丞相手中高价购得的。将军玩笑。丞相慰问将士的使命已经达成，请禀告大王、太后，我边军将士绝不会让秦军越肥地一步。丞相，我已查明边军铜铁的来历。